云娱乐圈，肖战杨紫的巅峰之路。娱乐圈是一个充满魅力和神秘的地方，每个艺人都在追逐自己的梦想，但被腾讯认证的顶级地位只属于少数耀眼的明星。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两位备受瞩目的顶级代表肖战和杨紫。他们的成长经历和在娱乐圈的表现，让他们成为不可忽视的存在。肖战从偶像到演员的转变，肖战在娱乐圈是家喻户晓的名字。他的成长之路不仅承载着对梦想的追求，还有从平凡到不平凡的转变。从最初的偶像男孩，到如今在音乐、影视、综艺等领域全面蓬勃发展，肖战展现出了惊人的才华和影响力。粉丝群体庞大且热情，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支持肖战，为肖战的成功注入了强劲动力。杨紫从童星转型实力女演员，杨紫童星的转型，她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证明了自己的实力。从最初的稚嫩少女到如今的实力派女演员，杨紫在影视剧中的出色表现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。她的粉丝群也庞大且忠诚，他们为杨紫的成长和成功感到非常自豪，并用实际行动支持她的每一步。肖战和杨紫的比较和区别。肖战和杨紫在娱乐圈中的知名度很高，不同的风格和路线。肖战更喜欢音乐与影视的结合，注重多样的表现形式，而杨紫则专注于影视剧，注重人物演绎和情感演绎。他们的粉丝群体也不同。肖战的粉丝以年轻人为主，他们更多地在网上表达支持，而杨紫的粉丝则更为广泛，包括各个年龄段的观众，更偏向于线下的实际行动。肖战和杨紫之所以成为娱乐圈的顶尖选手，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才华和努力，更是因为他们在娱乐圈的表现和影响力。他们的成功不仅是个人的荣耀，也对其他艺术家有启发和借鉴。肖战和杨紫，他们的巅峰之旅不仅是追梦的见证，更是娱乐圈的奇迹。4位新生代青年才俊，颜值与演技兼备。成毅和杨紫，谁更优秀？造星一直是娱乐圈的强项，网友们也从来没有怀疑过。然而，颜值高、能力强的明星屈指可数，大多数人都如昙花一现，瞬间名满网络，但又很快消失在茫茫人海中。不过，在新生代演员中，却涌现出了4位令人瞩目的优秀演员。无论是颜值还是演技，外貌还是内在，这4人都有望成为新生代的顶级明星。我们来看看他是谁。首先，我们来说说成毅的长相。虽然算不上漂亮男孩，但是气质却很独特。清晰的下巴线条和高挺的鼻子让他看起来很帅气，但他那花瓣般的嘴唇却给人一种迷人的感觉。这种刚强又柔和的气质，再加上他180厘米的身高，特别适合古装造型。身穿白色衣服时，他看起来像一个英俊的年轻人，而穿着红色衣服时，他表现出一种意气风发的青年精神。即使脸上有伤痕，但也不失帅气气息，反而增添了一丝破碎感。正因为如此，成毅被称为天选古装男。不过，成毅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出色的演技。在《琉璃》这部让他一炮而红的作品中，无论是爱情开始时的慌张，还是少年成功时的意气风发，还是对爱情的痴情，成毅都将雨丝风刻画得无微不至。这个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尤为难得的是，相比于其他演员呆滞的眼神，观众能感受到成毅眼中丰富的喜怒哀乐。即便是最受诟病的哭戏，成毅也能仅凭红眼就瞬间将观众带入剧情。本以为成毅的演技巅峰就在那里，没想到在《沉香如数》片中，他竟然一个人演绎了3个角色，而且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特点，观众看不下去，完全感觉到行动的迹象。句号。在今年热播的《莲花楼》中，成毅再次展现了自己出色的演技。他不仅成功塑造了世界上最好的李香怡，同时也深刻诠释了李莲花淡泊名利的内心愧疚。句号。即便是在现代剧《南方之我心》中，成毅也以自然娴熟的表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剧中，他在一场车祸中醒来，发现自己瘫痪了。整个过程没有对白，但通过他苍白的嘴唇，
皱起的眉头和眼角的泪水，观众可以深深感受到他所传达的那种情感，绝望的情绪。如此出色的演技在新生代演员中并不多见，因此程毅被誉为演技救命第一人，未来不可限量。至于谭健慈，继《击罪图鉴》之后，他在今年暑假再次为观众呈现了一部备受瞩目的电视剧《长相思》。虽然不是男主角，但他饰演的香柳这一角色给无数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成为朱砂痣的代名词。单从谭健慈的外貌来看，他并不惊艳，但他和程毅一样，兼具男孩女孩的特点，强烈的面部线条和立体的五官，让他有浓浓的男性气息，而圆圆的鼻子和小嘴展现出孩子气的一面和女性的温柔。尤其是那双小狗般的眼睛，透露出一种可爱的纯真感，让人一见难忘。搞笑的时候就呈现出新月形状，增加了不少亲和力。谭健慈在业内有着独特的气质，他干净清爽，充满青春气息。他不笑的时候就像一个冷酷的贵族，但笑的时候却有着融化人心的力量。因此，谭健慈作为《长相思》中妆容的一部分，赢得了大多数人的认可。白色的头发，白色的衣服，面具遮住了半张脸，让他本就冰冷的气质充满了一丝孤傲和神秘感。谭健次饰演的香柳是一个内心复杂的人物。最初，他是人人畏惧的恶魔，性格古怪残忍。他对逍遥的冷漠让观众又气又害怕。然而，随着剧情的发展，冰冷的香柳被逍遥的温暖所融化。他深知忠诚和爱情不能两面性，所以他只能默默承受和付出。面对喜欢的人时，嘴角淡淡的微笑，深情且时常低垂的眼神，让观众心痛不已。当然，他在现代剧中的表现也让人眼前一亮。比如《犯罪猎手图鉴》中，他的哭戏就深深震撼了观众。谭健次的哭戏层次分明，这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哭泣，表演是静态的，充满耐心，但却能让人产生深深的共情，让人想一起落泪。谭健次的可塑性极强，无论温柔还是冷酷都能游刃有余。如果非要找茬的话，或许身高是他唯一的缺点，但在实力面前，矮一点又有什么坏处呢？更重要的是，谭健次不仅舞技出色，身材和姿势也几乎没有任何缺陷。相比之下，杨紫自出道以来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议。虽然她在《家有儿女》中饰演乖巧的小雪，算得上是一个受人爱戴的国民女儿，但如果把她的颜值视为绝世美女，大众的共识并不会盲目的达到那个程度。杨紫的颜值在娱乐圈众多的美女中并不算出众，可以说是邻家女孩的普通选择。然而，正是这种平凡，却让她与众不同。与迪丽热巴的棱角分明的美相比，杨紫的美是平和无攻击性的，给观众一种亲切感。然而，仅凭友善显然不足以打动观众。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出色的演技。早在《战长沙》中，杨紫就敢于扮演从大学生到母亲的角色，才彻底摆脱了学生气，展现了她对表演的深厚热爱。经过几年的积累，她终于在《甜蜜蜜》中让大家大吃一惊。剧中饰演的紧密介于两个男人之间，如果处理不当，很容易变成令人讨厌的形象。不过杨紫的刻画却恰到好处，将女孩对爱情的无知和乖巧中透露出的天然妖艳展现得淋漓尽致，让人感觉真实又动人。尤其让人惊艳的是她的哭戏，她前期笑容灿烂，后期却流露出深深的悲伤情绪。每一场哭戏都充满爆发力，同时也流露出她的真实感受。感受到同样的情感，我原本以为是凤凰杀死了自己的亲生父亲，结果却发现是锦觅亲手夺走了自己心爱的人。他带着仇恨和心痛哭泣。当他得知自己误会了凤凰后，他悔恨地对着凤凰的影子痛哭。当他得知一切都是润玉故意误导的时候，他惊讶地发现自己被他最信任的人当作棋子来对付他最爱的凤凰。此时锦觅又气又委屈，对润玉的行为感到不解。杨紫在这场戏中感人的哭戏深深打动了观众。原本以为她在《沉香》和《长相思》中已经达到了演技巅峰，没想到在血淋淋的梅林那场戏里，她依然能给观众带来惊喜。
这一幕引起了观众的共鸣。杨紫的演技让人感叹，尤其是在没有肢体表演的情况下，她成功收获了无数泪点。杨紫如今已经用演技征服了那些曾经质疑她的人。作为1995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领袖，她早已褪去青春气息，展现出成熟女性的气质。相比于颜值优势，张晚怡算是近年来兴起的新一代流量小生之一。虽然她的相貌正统，但却给人一种正气凛然的感觉。在《觉醒时代》中，张晚怡成功的回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然而，很多人担心她的外表，认为这可能会限制她的演艺事业。不过，最终张晚怡用扎实的演技证明了大家的看法是错误的。在《长相思》中，她饰演的轩轩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家伙，但为了隐藏自己的实力，她不得不不断伪装。当他在市场里走来走去时，他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商人，表面上热情地与人打招呼，但实际上眼神在游移，笑容中藏着一把刀。他有着商界老手的气质。当他拉拢各方势力的时候，他在人前是嘻嘻哈哈的，可当他转过头来的时候，却是露出了疲惫的表情，内心可以说是郁闷的。最难忘的就是毒瘾爆发的那一刻。猩红的双眸，凌乱的发型，暴涨的青筋，堪比噩梦。不过，随着小瑶的呼唤，他才稍微回过神来。为了不伤害小瑶，他甚至咬住了自己的拳头。这一幕让人心生怜惜。张晚怡将这个疯狂的形象演绎得很好，也证明了在实力面前，外表并不是唯一的取胜之道。娱乐圈里，帅哥美女数不胜数，但想要真正走到最后，必须要有过硬的实力。除了这4位，你认为还有谁有前途呢？